喂，你看你上个月咳到现在，咳这么久还没有好啊？不是，我这次真的咳得比较久，然后我的喉咙就很痒啊，就一直想要咳嗽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是不是伤到你的肺了？这不能开玩笑啊！上次啊，就是有一些人啊，就一直咳到肺炎，结果进医院了。你不要开玩笑啊！哇，这么严重啊！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你不要问我，问医生啊。久咳不愈会演变成肺炎吗？什么原因会导致肺部发炎？肺炎有任何症状吗？一定要吃药才能够治愈吗？全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咳嗽，也不是发烧，而是更严重的肺炎。肺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今天好好的来聊一聊。马上欢迎心胸外科卢怡任医生，欢迎，还有2位嘉宾，欢迎秀环、坚文。来，有请请坐。是的，那么惯例的，我们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啊。我们先问一下这个秀环，你对于肺炎有什么认知呢？我的孩子小的时候，有咳嗽，然后那个痰很多，是加上他呼吸的时候有微性烧，所以医生说是支气管炎 ，OK， 然后就给他一些药，是，还有一个仪器叫 nebulizer 回去化痰，啊，对，可是2、3个星期以后呢，还是没有好，然后就赶快回去看医生，医生说不行，要马上入院，因为已经是肺炎。为什么支气管炎会变成肺炎呢？是因为我们大人照顾的不好呢，还是因为他有受到别的感染，是细菌感染？痰里面含有病毒，所以如果感冒的时候可以把那个痰咳出来是最好的。因为小孩子痰会比较黏，是比较难咳出来，而且小孩子比较容易受到感染，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需要时间慢慢的建立，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受到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，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就有可能引发成这个肺炎。肺炎就支气管炎，然后支气管就变成肺炎，就变肺炎。对，我小孩就是只到支气管炎的那个程度了，还好没有到肺炎的程度。不过呢，我就有个察觉哈，就是身边有些长辈，他们就是在因为比如说跌倒啦，或者是可能肠胃炎啊等等其他的情况，入院之后，都会不小心进入到肺炎的状态。第一，肺炎是会传染的，在医院的情形下接触的那个距离比较短，所以容易从病人传到病人。另外的问题是在医院的时候，很多病人都是长期卧床，很少运动，所以那个肺很少有机会去扩张，在这样的情形下也比较容易受到感染。讲到肺炎，就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很普遍，这样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还是要先真正的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肺炎，好不好？来。肺炎就是指肺部的细胞组织发炎，通常是由细菌或者病毒、真菌或其他的微生物感染所引起的。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是因为吸入化学气体而产生。发炎的部分大部分都形成在肺泡内，这会导致肺泡本身累积那个液体或者脓液。这个图片你可以看得到朦胧的白色，这个可能是液体，有时候是它变成硬化。这样的情形下，他们氧气的交换会比较困难，这会导致病人比较喘。肺炎嘛，它有分病毒跟细菌感染哈，这怎么分呢？病毒感染是最常见的，大部分我们上支气管发炎都是因为病毒发炎。OK， 比如说最常见的流感，对，都是因为病毒发炎。另外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冠状病毒，大部分病人当他们病毒受到感染的时候，会觉得全身比较没力，肌肉酸疼，也会稍微轻微的烧，也会一点咳嗽，有痰。大部分情形下，他们的痰也是白色的，没什么颜色。细菌感染倒是不一样，细菌感染他们烧会比较高，38、39。除此之外，它那个痰也会变颜色，会变黄色、绿色。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，像新冠，然后像有一些非典型的那种肺炎，像 SARS 都是属于病毒是吗？对。那为什么会扩散的这么快？因为 SARS 跟冠状病毒，它们都是新型的病毒，所以我们人的身体还没有产生对这类的病毒有免疫抗体，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抗体，所以比较容易传播。也就是说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后来我们每个人就要去打那个疫苗对，需要接种。好，所以相信大家的最基本的肺炎也应该是懂的啦。所以现在就来考一下你们的迷思，好不好？不用怕，不用怕，小事。来，听好了，
患上肺炎一定会发烧，真还是假？2真1假。发炎身体的自然的这个情况就是会发烧嘛，体温就会提高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关联的。我有一个朋友其实有发炎，可是没有发烧嘞。因为刚才医生有提到嘛，就是说肺炎会发烧，有低烧、高烧，但是你讲一定是很绝对的这个，我觉得这陷阱。OK， 来，医生，真还是假？是假的。哇，为什么？知道。就像秀欢姐说的，有些肺炎患者不但不会发烧，他们其实只会出现呼吸困难或者咳嗽。特别是年纪比较轻。或者那些免疫力比较弱的人，他们其实是不会发烧的啊。免疫力弱反而不会发烧，对，为什么？免疫力弱的人，他们身体其实没有办法有效的对抗那个病毒。发烧是身体对抗病毒的其中一种信号。哦，是。OK， 来下一题，请听清楚啦。OK， 啊，肺炎患者咳到见血就是病入膏肓。OK， 真还是假？假。电视剧都有演了嘞，电视大部分是夸张的。我自己其实咳嗽有咳过哦，血吗？有血丝啦，不是像那个啪，因为那个是演戏嘛。那个血整个血出来是血丝。我今天还在坐在这里呀，哪里有病毒？可能只是用力过度吧。对。那你呢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可能就是血丝未必是病很重，是可能只是那个时候用力过度，撕裂了喉咙的某个部分，受伤。医生，真还是假？假。对，有时候咳嗽太用力，会造成那个微小的血管在气管里面破裂，所以这个就会形成那个血丝出来。可是如果咳出血块，对，那个就是出血量比较大，是，这也代表病情会比较严重。在这种情形下就应该就医，就去看医生。第3题，听清楚了，是肺炎患者持续出现胸痛，代表病情加重，真还是假？真假？因为我很容易咳嗽的，有时候咳到哦，真的是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胸痛啊，甚至有时候其他的地方都会痛 ，ribs 啊这些都会痛。那不是讲你嘞？肺炎我是不知道啊，但是我每次咳嗽嘛，所以咳嗽跟肺炎不是差不多一样吗？哇 ，OK， 我有怀疑，是因为跟刚刚那个微血管撕裂可能是一样的道理。对，咳久了之后，可能你会有肌肉方面的损伤，可能会痛。但是如果说持续嘛，就应该事情有点严重了吧？我猜，我是觉得说，有可能是肌肉损伤，是，还是说咳到骨头撕裂？对，骨折会骨折，有可能。然后如果说你骨折，就一直会痛。是，我猜是这样。对，好，正确的答案是真还是假？真。其实患者如果不是因为咳嗽而胸痛的话，是，这个是表示那个肺炎已经刺激到了肺的内膜。这也表示那个炎症导致肺可能会积水。当它刺激那个肺内膜的时候，病人就会有那个持续的胸痛。对，第4题请听清楚啦。常感染肺炎会伤肺，增加患上肺癌的风险。好，坚定。 2真1假。我对癌症的理解是，如果那个细胞不断受到损伤，就有可能会在分裂的时候产生变异，那肺癌的几率就会提高咯。我觉得不一定，因为我觉得可能肺炎跟肺癌2个是分开的，没有关系的。OK， 医生，答真还是假？还是假？答案是假。哦，我已经知道你们考官的思维了。因为肺炎其实是一种感染性的疾病，是跟肺癌完全不一样。 长期的咳嗽会让你警觉到肺部有问题，可是肺炎你可以在不同的肺的部分受到感染的，所以肺炎如果完全康复后，其实对身体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。只是像刚才秀欢姐提到的，如果是同样一个部分一直发生肺炎的话，那时候我们就怀疑有可能是肺癌造成的，因为有些肺癌会堵住那个支气管。 造成那个痰不能咳出来，是，所以在那一个部分就会时常产生那个肺炎。哦，反而是倒过来，可能是肺癌造成的肺炎。对，不是说肺炎而导致肺癌，会导致肺癌。可以了解。对，所以很明显的答对了2题啦，是，对不对？秀欢也2题啦，是，哇，好棒哦，终于没有丢我的脸，至少3题。
好，欢迎廖秀莲医师加入我们今天讨论哦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。那么想请教一下这个医师啊，从中医的角度是如何看待这个肺炎的？中医是以整体观还有辨证论治的角度来出发。OK，中医认为肺炎是属于外感的病虫，那么它都是因为外邪侵袭那个肺部，或者兼有肺部的内伤和功能失调而导致。以中医的角度啊，就是说什么原因会造成所谓的肺炎？是它可以是外邪犯肺，那就如有风、寒、热，还有燥、湿、火等。如果是风邪犯肺的话，它会导致那个肺气壅塞，那么它会一久就会发热，然后发热导致那个肺的功能失调，然后就发生肺系的疾病。OK。呀，然后再有就是有一些低毒之邪，那就相当于传染性的病原，它多见于那个流行性的肺炎，呀，那么中医称这些为温邪或者疫邪，它通过我们的口壁进入我们的肺部，那么造成肺的功能下降。再有就是正气亏虚，它可以是说气阴两虚，气阴两虚的人他就会说比较容易受到感染，那么受到感染他也比较难恢复。那西医的角度是怎么样？有2大类，一类是感染性病因，第2类就是非感染性病因。感染性病因都是由病毒感染，像 COVID 啦，像 SARS 之类的。是。第2类就是由细菌感染。细菌感染我们最常见就是所谓的 pneumococcus，叫做肺炎链球菌，它就是我们所谓的典型性的肺炎。现在国家是建议65岁以上的年长者去接种这类的疫苗。第3种的感染就是叫做真菌感染，这个比较罕见，常见于免疫系统比较低弱的病人，像有长期癌症的病人啊，有艾滋病患者啦，类固醇服用的也是会造成免疫系统比较低的。是所以这类比较容易受到感染。然后第2大种病因是非感染性病因。OK， 所以这个可以是吸入性的肺炎，就是你吸入食物进那个呼吸道，或者就是胃酸进入肺部所引起的。这些通常都是在那些病人有吞食困难的病人，比如中风的病人，或者病人有帕金森病的。另外一种就是过敏性的肺炎，就是接触过敏性的那个物体，像灰尘啊、霉菌啊。这些也会造成肺部发炎。OK， 是最后一种就是化学性的肺炎。化学性这个比较少见，除非是工业意外，在那种情形下会不小心吸入毒气或者化学物质，这些也会造成那个肺炎。医生想问一下，好像我们家他们鼻子都比较敏感，然后我家又养很多宠物如果这样会不会增加患上肺炎的风险？它其实不会增加患上肺炎的风险，可是你如果支气管比较敏感，通常我们是建议能不养宠物最好。那我们家里，比如我们想养宠物，那怎么办？这样我就建议你养那些短毛的宠物，或者那些宠物比较少掉毛的，因为基本上是那个毛发会造成那个敏感。或者哮喘。那肺炎有哪一些是属于比较典型的症状？典型的症状每个人都知道，像你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咳嗽初期都是干咳，之后咳嗽会稍微有一点痰，发烧是第2种我们常见的症状，肠胃高烧在38.5以上 ，OK， 有时候也会冒冷汗 ，OK， 有些病人会胸痛或者胸闷，肺部有时候发炎的时候会造成那个肺膜刺激，或者有在肺部积水的时候，这也会造成胸痛，因为这样的话，呼吸就会开始困难，病人就会开始有点气喘。OK， 因为那个肺的容量减少，所以他们会跟你讲呼吸比较急促。有时候他们也会因为低血氧的问题，动一下就喘不过气。OK，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，就是如果有病毒感染，全身会觉得比较疲惫，有时候食欲不振，老年人常常有时候精神不佳，想睡，这类都是比较非典型的症状。OK， 那哪一些症状是红色警钟，一定要马上看医生？就是如果你呈现呼吸困难，觉得很喘，或者胸闷、胸痛，持续烧高过40度，然后血氧低于95%，胃口不好，吃不下。因为如果你吃不下饭、喝不下水，那个就无法口服那个抗生素没办法就要就医来吊点滴。刚刚医生就有提到说咳嗽嘛是前兆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到底咳多久，我们就要马上去看医生？
如果持续的咳2到3个星期，一直不好，那时候我们就要去排除肺炎，或者比较严重的就是肺癌。我有一个病人咳嗽了3个月还不去看医生，一查之下发现是肺癌。肺癌，哇！那西医方面怎么诊断这个肺炎呢？我们诊断是由病人呈现的那些病症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用听诊器检查那个肺部。OK， 听诊器主要是听斯罗声。斯罗声是因为肺泡积水造成内分泌物的声音来的。OK， 好像一张报纸，你跟它就觉得那个就是捏那个，对，那个声音。肺比较硬化的话，或有时变，肺部呼吸声会减弱，然后也会听到异常的诊音，有时候水声，或者有时候因为积水的话。肺的呼吸声根本听不到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用 X 光来确诊位置跟严重的程度。OK， 如果我们担心有癌症造成那个肺炎的话，我们会进一步用 CT scan 来确认，看有没有像肺脓肿积水这样形成。OK， 我们也会验血，也会查一下唾液，看是哪一种病菌，然后根据那个病菌，我们来选用那个有效的抗生素。然后像冠状病毒的感染，所以用 rapid test kit， 快筛。肺炎的病患者，他们在吃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注意？要忌口有没有？对，西医方面没有什么要忌口，我们只是说冷水少喝，因为冷水会让那个气管收缩。气管收缩的话，你呼吸会稍微比较困难，辛苦对，也会比较容易咳嗽。中医它冷热都要忌的，比如说辛辣的、油腻的都要忌口。那如果它是热症的话，那连鸡肉也尽量少吃因为鸡肉它比较温热。那么我们要避免注视生痰，然后再有要保持情绪稳定，然后因为我要避免肝火犯肺。好，那有请这个医师来介绍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食疗方呢？雪耳石斛百合汤。OK， 好，那用了什么材料？雪耳它是润肺的作用。OK， 然后石斛它有滋阴清热的作用。好，百合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。南杏和北杏它有止咳的作用。OK， 口橘子它能够养肝明目，也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OK。做法的话，我们先要把这个雪耳泡3、4小时，给它软，其余的就是半小时其实就够了。泡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雪耳剪成碎片。OK。那这个最好是煮到它的汤有一点点黏质，枸杞子最后才放，因为它比较软，比较容易溶掉。那如果你要放少许的冰糖也是可以，很好喝这味道，这样就是一个甜点，对，甜品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孩很容易接受的，而且尤其是小朋友又特别容易患上就是肺部感染的问题，所以应该可以常喝吧。如果需要的话，在咳嗽期间可以1周可以喝2、3次。小孩、老人都可以喝这些。那也想问一下鲁医生，如果说有肺炎的话，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呢？发烧的话都会用退烧药控制 ，OK， 避免脱水的情况。好，烧退了，大部分的人身体也会觉得比较舒服，比较好一点。大部分病毒感染都是因为上呼吸道感染病毒，所以我们都建议喝多一点水 ，OK， 把那个病毒冲入消化系统，让胃酸消灭那个病毒 ，OK。另外也会建议病人多休息，让身体有时间恢复免疫力。那如果是严重的话呢？严重的话，就比如冠状病毒就需要就医，我们就需要注射抗病毒的药物。OK， 细菌感染的话，轻微就会用口服抗生素。OK， 严重的话就会让他们入住医院打点滴，用比较强的抗生素来治疗。是。更严重的话，积液就会变成像脓这样，所以那时候就会胸痛，需要入院，我们需要插管抽出那个脓液。OK， 中医可以用内服药，针灸、走罐、推拿这些都可以。那当然，那么多人当中，哪一些人是高危险群要特别留意？高危险群的病人都是属于那些有慢性病、免疫力比较低或者吞咽困难的病人。是我们也比较担心65岁以上的年长者，所以也叫他们接种疫苗。年纪小5岁以下的幼儿，还有那些爱喝酒、抽烟的病人，缺乏营养的人也要特别注意。那想请问一下医生在预防这方面有哪些方法？重点在于提高免疫力。
阻断感染的那个途径，还有我们保护呼吸道的系统。那增强免疫力有什么方法呢？我们需要均衡的营养 ，OK， 规律的作息，还有睡眠需要充足 ，OK，需要戒烟戒酒，常运动增强那个肺的活量，还有就是去接种疫苗，特别是流感疫苗或者新冠疫苗，另外就是维持良好的个人那个卫生习惯，需要勤于洗手啦，避免那个揉搓那个鼻子跟口，还有对那些有感冒的人或者受到感染的人，就是保持那个距离，不然的话就是要戴口罩。那想问一下医师，在家里有没有什么保健的动作呢？是可以做的，然后保养我们的肺？我们可以用在手上的肺经来做一些按摩。好，我们首先要找出肺经的几个穴位。好，手部稍微去轴，这个腕横纹线上，我们可以摸到桡动脉的波动处。对，它有一个大经浮起来，那么大经的内侧有一个凹陷，那个点就是太渊穴。然后再有一点就是扯泽穴，肘部这边有一个经浮起来，这个经的外侧凹陷中，这个就是扯泽穴啊。好，有这2个线之后，我们画条直线，找出它的中线、终点。那么终点的一个大拇指位置，这个位置按的地方，这个点就是叫孔椎穴。它只是按单手还是双手要？2手可以交替用，交替用，这是平时的保健。了解。好，所以大家不妨就是在家里学起来，学起来，没事就可以多按嘛。对。那其实今天聊这么多，就发现说这个肺炎真的不容忽视哈，不然的话真的呢就会变成很大的一件事情。那比如说，如果你常常会有这咳嗽啊，还是你喘不过气的话，真的就要去检查一下，看看是更严重的肺炎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身体发出来的警讯，我们要去留意。是的，真的，它可能是在提示你。那么当然，我们本身呢也是要把自己的身子养好，当然，对不对？吃好睡好，注意自己的健康。所以今天真的是谢谢2位嘉宾跟我们一起分享。谢谢卢医生，还有谢廖医师跟我们分享很多哈。谢谢秀安姐，谢谢千文，好，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